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早晨，咖啡打翻在白衬衫上，你忍不住皱眉叹气。午休时，朋友的玩笑戳中你的痛点，你闷闷不乐了一个下午。晚上回家，无辜的猫跳上餐桌，你居然一反常态的严厉呵斥它。这一天过去了，但当有人问你怎么了，你可能只能含糊地回答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情绪一直在我们生活里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但若我们不曾留意它们就像藏在暗处的操纵者，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人际关系。今天我们将学习如何提升情绪觉察的能力，像打开灯一样，让我们能看清那些暗藏的情绪，进而掌控自己的情绪生活。一、情绪觉察的重要性。情绪觉察是指我们能够感知、理解并辨识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。这不仅仅是知道自己开心或生气，而是能深入分析这些感受的来源及其影响。为什么情绪觉察很重要呢？至少有3个原因。一、改善决策能力。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，觉察能帮助我们避免情绪化决策。2、提升人际关系。当我们能理解自己的情绪，就更能同理他人的情绪，促进和谐的互动。3、促进心理健康。情绪觉察可以防止压抑情绪累积，减少焦虑与压力。翠玲是一名行销经理，在一次会议上，她的提案被主管当众批评。翠玲表面微笑点头，内心却波涛汹涌。一整天，她对同事冷言冷语，甚至回家后对孩子也没耐心。几天后，翠玲在一场心理课程中被引导回想那天的情绪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真正的情绪不是愤怒，而是羞愧与害怕，失去主管信任。从此，翠玲学会在每次情绪波动时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感受到的情绪是什么呢？这份觉察帮助他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。2、如何辨识自己的情绪。情绪就像一座冰山，表面的部分是我们容易察觉的情绪，而潜藏的部分则需要更细腻的探索。以下是辨识情绪的2个关键步骤。情绪觉察的第一步是拥有足够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感受。许多人只用好和不好来概括情绪，但这远远不够。试着分层次描述情绪，例如基本情绪、快乐、悲伤、愤怒、恐惧、惊讶、厌恶。细化情绪，快乐可以是兴奋、满足、感激；悲伤可以是失落、孤单、懊悔。更深层的情绪，例如恐惧背后可能是对失败的担忧。第2步是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现在感觉如何？描述当下的情绪。是什么触发了我的情绪？事件或环境？我的情绪想告诉我什么？需求或未被满足的地方？志明是一位软体工程师，
他的老板经常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分配额外任务，每次老板开口时，志明都感到焦虑和烦躁，认为老板对他不公平。有一天，志明在朋友的建议下，试着分析自己的情绪。他发现自己的焦虑其实来自于对能力不足的恐惧，而烦躁则是因为界限被侵犯。意识到这些后，志明开始与老板坦诚沟通，同时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压力竟然减轻了许多。3、实作练习。情绪日记。要让情绪觉察成为日常习惯，情绪日记是非常实用的工具。以下是一个情绪日记的框架： 1. 时间与事件，记录发生事件的时间和情境，例如今天下午3点与客户会谈时。 2. 情绪词汇，描述当时的情绪，例如感到压力4分和沮丧3分。3. 情绪的原因，分析是什么触发了你的情绪，例如客户对我的方案表示不满。4. 情绪的行动影响，记录当下的反应，例如我变得不耐烦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。5. 解读情绪，反思你的情绪告诉了你什么，例如我需要更多的准备和客户的正向回馈来建立信心。品佳是一名新手老师，每次上课前他都感到紧张，担心学生会对他不满。他开始每天写情绪日记，发现自己的焦虑大多来自于自我期待过高和对评价的恐惧。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： 1. 时间与事件，早上8点上课前准备教案。 2. 情绪词汇，焦虑5分，压力4分。3. 情绪的原因，担心自己的教案不够完美，学生可能会无聊。4. 情绪的行动影响，讲课时声音发抖，导致学生提问变少。5. 解读情绪，我需要放下对完美的执着，并学会更信任自己的能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品佳学会在焦虑时深呼吸，提醒自己当下的努力已经足够。他在教学中的自信也逐渐建立起来。结语：情绪不是敌人，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伙伴。当我们学会辨识自己的情绪，就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，而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。透过建立情绪词汇表和记录情绪日记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与情绪对话，提升自我觉察，并找到内心的平衡点。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，你能开始与自己的情绪建立更深刻的连结，并用新的方式看待情绪带来的讯号。